家好，我是伊芙琳。这支影片要带大家到距离河口湖不远的吉田市欣赏富士山，还要到免门票就能玩一下午的富士急乐园。那我们开始吧。这一天早上，先从河口湖车站搭乘富士急行线前往下吉田站。这一站周边主要有2个景点，分别是新仓山浅间神社和吉田本町通商店街。由于新仓山浅间神社必须爬楼梯才能上山，带着长辈不方便，所以下车后我们直接往商店街的方向前进。在前往商店街的路途中，会经过一间富士山下宫小室浅间神社。虽然神社的规模不大，不过历史悠久，至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。参访的时候，神社内空无一人，非常清幽。神社最著名的祭典是流底马祭，以马蹄的痕迹来判别吉凶。从下吉田站步行到吉田商店街小町通，大约是8分钟。在开始探索商店街前，先吃个早餐吧。这间咖啡厅是由同一条商店街的 Saruya Hostel 所经营的，位于商店街最热闹的拍照地点日川实际店附近。咖啡厅走工业简约风，天花板挑高，室内空间很宽敞。大片的落地窗加上阳光斜照进来，营造出非常惬意舒适的氛围。点了10点前限定的早餐组合和面包盘，蘑菇开放式三明治加上热拿铁的套餐是1200日币，台币276。热拿铁很顺口好喝，推荐。面包盘400日币，台币92。蘑菇三明治的菇量很足，上面覆盖着厚厚一层的白酱和起司焗烤。面包边缘微脆，面包体软韧有弹性，口感十分丰富。面包盘的面包整体偏硬脆，比较考验牙口，但是越嚼越香，我还蛮喜欢的。Babe Coffee Fuji 餐点美味，价位适中，气氛也很棒，十分推荐来吉田商店街时顺便进来用餐。这间就是由老屋所改建的 Saruya Hostel。在商店街散步时，能遇见一些很有特色的选物杂货店。这间 Log Temps 杂货店贩售各式各样的生活杂货、厨具、家具、古董等等。每样商品都超级有质感，很有品味。喜欢逛欧式杂货店的人，路过记得进去看看。
往越江4站方向这边有一条西里通商店街，在这里能拍到马来貘与富士山的合照哦。西里通商店街附近的人车都很少，非常安静，能够静静的边漫步边欣赏富士山，真的很喜欢这样的感觉。这边还能看到许多复古的商店，真的好有昭和氛围感。在离开商店街前，我们随意找了一间店吃午餐。每一道菜都有图片和英文菜名，好贴心。店家有老爷爷、老奶奶经营，再加上内部的摆设非常有日式家居感，墙上还有手写菜单，且来用餐的都是当地常客，真的很像是会出现在《孤独的美食家》里面的餐厅，甚至已经可以幻视五郎走进餐厅，先研读墙上的手写菜单，再偷看隔壁桌客人吃什么，最后内心天人交战100回后喊すみません，店主老奶奶就会拿着纸笔走过来帮忙点餐，感觉又看了一集《孤独的美食家》呢。猪排咖喱饭1001日币，台币253。猪排表皮虽然稍油，但是很酥脆，厚度也不错，咖喱香浓微辣，里面还有肉块，料多味美。上锅烧乌龙1001日币，台币253。在寒冷的日本，喝着呼呼的汤真的是太棒了。乌龙面吃起来很滑溜，料也还蛮丰富的，炸虾，还有一颗半熟蛋，汤头好喝不死咸。从餐厅离开后，步行5分钟即可到达越江4站。我们从这里继续搭乘富士急行线前往富士急乐园。一来到乐园站，就被缤纷的汤马士小火车装饰迎接。虽然乐园入场是免费的，但一样要先到售票处取得入场券。第一次入场要先扫脸，之后再入场直接脸部辨识就可以了，超特别。富士急乐园的客群偏年轻，我妈一直吐槽这里她最老。以鬼太郎为主题的妖怪横丁聚集了许多小吃摊，边逛边往我最想去的卡斯伯和丽莎城前进。如果要来富士急乐园玩的话，建议先安装官方 APP， 里面有地图和导航，才不会迷路。世界最大的招财猫，园区内有许多 IP 主题区域，像是最受小孩欢迎的汤马士小火车。
火车的眼睛真的会转动，太厉害了！汤马士小火车园区内装饰得很用心，即使不额外花钱做游乐设施，小孩子在这里跑跑跳跳也很开心。如果我小时候家附近有这样的免费乐园，不敢想象我会是一个多么幸福快乐的小女孩。结果就在我这么想的时候，听到后面有个日本小孩边逛边喊 "kawaii"， 看来小孩子还是有自己的审美的。竟然还有汤马士小火车的主题餐厅。这个街区的小房子好可爱，好像玩具屋放大一样。我觉得这个汤马士小火车区域真的设计得蛮精致的，非常适合带小孩子来玩哦。下一个区域的 IP 是火影忍者，非常的人气。虽然范围不是很大，但是有很多雕像和立板可以拍照，火影迷不要错过。除了主题区域外，一般游乐设施都是偏刺激类型的，看起来超可怕。富士急的乐园真的很大，设施也很多样。不过最棒的还是可以看到富士山。想要前往卡斯伯和丽莎城，必须到园区的最后方退园走出去。一进来就看到一间 Fujiyama Cookie。虽然在天上山公园也有一间分店，不过这间店是卡斯伯和丽莎主题的，有贩售限定商品。每款饼干的包装都好有童话绘本感。吊饰也太可爱了。卡斯伯和丽莎城的游客超级少的，但是园区和店铺经营都还是非常的用心，我逛得很开心。这间店
店铺是园区内最大的纪念品店，贩售各式各样的卡斯伯与丽莎的商品，有超级多种点心、生活杂货、餐具等周边，看得人眼花缭乱。春季限定的商品以草莓和樱桃为主题，每个小物都超级可爱，有点后悔没有买啊。钥匙圈、铅笔盒跟资料夹之类的文具商品都好好看。卡斯伯和丽莎也在店内购物呢。橱窗展示也很用心，商店的2楼是卡斯伯和丽莎的美术馆，角色介绍、作者介绍，旁边还有亲笔签名。这一区展示了作者画卡斯伯和丽莎在富士极乐园插图的绘画过程，还有草稿。丽莎和卡斯伯富士极乐园园区10周年纪念画展。天花板有做热气球的丽莎和卡斯伯哟。卡斯伯和丽莎喷泉小广场。整个园区都很有法国街区的感觉，超级好拍照。这间商店是甜点店，有卖马卡龙、泡芙、冰淇淋等甜点。甜点店的装潢总浪漫的法式风格，但最特别的是它隔壁的用餐区。以巴黎歌剧院为主题，挑高的空间装饰了华丽的壁画、镜子、水晶灯装饰，超级漂亮的。而且坐上层的座位似乎可以欣赏富士山的样子哦。
伯哈利沙埃菲尔铁塔喷泉花园。超级可爱的旋转木马，卡斯伯和丽莎也坐在上面呢。卡斯伯和丽莎化身小小烘焙师。店内的装潢走法式餐酒馆的风格。大部分的面包卖相看起来都很不错，还蛮精致的感觉。人气第一，第二，和第三。喜欢卡斯伯哈利沙的话，真的会花上不少时间在这里，因为每个角落都超级可爱，感觉根本拍不完。人少又不用门票，园区也维护得很好，真的是十分佛心。在离开富士急乐园前，我绕去看了一下著名的鬼屋——战力迷宫慈济综合病院。害怕的人可以直接快转到40秒后哦。这间鬼屋之前在综艺节目上看过介绍，超级人气，才下午门票就已经卖光光了。光是从外表看起来就很有毛骨悚然的气氛。据说鬼屋里面的路线长达900公尺。看来想在日本玩鬼屋，不仅胆子要大，脚力也要好。鬼屋旁边有一间药局一样的纪念品店可以逛逛。离开富士急乐园后，搭乘富士急行线回到河口湖车站吃晚餐。这一间博托餐厅不动，在河口湖地区有许多分店。我们来到的是河口湖车站正对面的分店，用餐时间必须排队，但是翻桌率还蛮快的。不动有一些餐具小物相当可爱，像是隔热的器具和富士山调味罐。这些小物都是可以购买回家的哦。招牌的不动博托1210日币，台币278。不动博托的分量相当的大，汤头和面条呈现金黄色。不动博托是没有肉在里面的，主要的料有大量的白菜、南瓜、菇类等等。面条的量相当的多，吃起来很有劲道。但我最喜欢的是它的汤头，喝起来非常浓郁，有南瓜和蔬菜的鲜甜味。吃完饭后，来到河口湖车站附近有名的富士山吐司和布丁专卖店看看。河口湖车站也是个很好拍照的地方，可以拍到富士山与各种列车的合照。
室外有免费的足汤。室内则有售票处、餐厅与伴手礼商店，等车的时候可以顺便逛一逛。以上就是吉田市富士山一日游行程。下一支影片要介绍我们在河口湖的住宿饭店，除了有宽敞房间、免费接驳车、清楚的富士山河口湖景色外，还有温泉可以泡，这样平均1人1晚竟然只要1000多元。想多加了解的话，我们下支影片见，拜拜。